大家好，我是 Anthon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本来这期视频打算继续聊自我同一性的系列，不过我最近和一位朋友讨论张雪峰这个人，有了一些新的想法，所以同一性的话题就先往后排一排。咱们这期先来聊张雪峰，当然严格来说，这其实也和自我同一性这个话题是有联系的。这一期视频我想做的事情是试着去理解他的成长经历和心理状态。我们知道，在他去世之后，各种讨论和分析已经非常多了。不过我相信今天这期视频能给大家一些不一样的视角。对于不太了解张雪峰的朋友，我这里简单介绍一下。张雪峰可以说是中国在升学和教育领域里最有影响力的网红之一。他的主要工作是指导学生填报高考志愿和考研专业。2026年3月24日，他因为高强度的跑步和长期的劳累而离世。围绕他这个人的评价一直是两极分化的。喜欢他的人认为他是寒门学子的引路人和救星。张雪峰以一种非常通俗的、带着市井气的方式，帮助了无数信息闭塞、成绩普通的学生去理解中国那套复杂的升学制度。他也确实在多种场合下资助过贫困大学生，累计达到1200万元。很多人欣赏他的那种真诚和善意，但批评他的声音也从来没断过。张雪峰习惯用就业率和起薪来定义一个专业的价值。他说过要把报考新闻学专业的孩子打晕，因为新闻学就业率差，起薪低。他也表示过文科都是服务业，意思是说文科专业本质上是在取悦和讨好别人，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这些言论让很多人觉得他的价值观太粗暴和功利。其实我自己对他的感受也是矛盾的，看了他的一些视频，一方面我觉得不舒服，我不认同他的很多观点和判断，但是我又能感觉到他对那些迷茫和焦虑的学生及家长是有一种真诚的共情。他的判断许多是错误的，但可以感觉到他并非完全出于表演和商业策略，而是相当投入的。这一点是他的接班人和继任者想要努力模仿，但却模仿不出来的。随着他的去世，对他的争议不仅没有消散，反而愈演愈烈了。所以我想从他的成长经历出发，试着把他这些看起来复杂甚至矛盾的方面联系起来。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列表内，如果你有任何想找我探讨和咨询的话题，都可以联系我的邮箱预约。我们先从他的生平说起。张雪峰的原名是张子彪，一个带着浓厚东北风格的名字。他出生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富裕县，但这其实是一个贫困县。他小时候全家挤在铁路旁边的矮房子里。从张雪峰各种对自己童年经历的讲述，我们眼前会浮现出一幅灰色、冰冷和沉重的画面。不过，比物质上的贫穷更残酷的是精神上的严苛。张雪峰曾经在视频中自述，小时候只要成绩差了，回家就被父亲打，父亲打累了，妈妈接着打。他曾说过一句话，一个家族想要逆天改命，想要阶级跃迁，就要有一个人站出来牺牲自己。这句话概括了张雪峰的一生。那么他为什么会对改命这件事有如此深的执念呢？他的父亲原本并不是东北人，7岁时因为饥荒被母亲过继给了亲戚。父亲是铁路一线工人，后来又赶上下岗，全家的生活越来越拮据。他曾经说过，那时候自己最大的梦想就是能有一个自己的房间，不用听着火车鸣笛入睡。他的整个家庭都处在一种被抛弃的、没有尊严的底色之中。初中时候的张雪峰成绩是相当不错的，他曾经考到了全县第16名。然而到了高中，据说是因为所谓的早恋，成绩急剧下滑，在全年级排355名，但整个年级也只有400人，这意味着他的成绩几乎是垫底的。班主任说，他这辈子最多考一个专科。可以想象，在一个考不好就挨打的家庭里，这个排名意味着什么？他父亲的反应是劈头盖脸的辱骂。于是张雪峰在高考前疯狂刷题，
据他自述，他每天只睡4个小时，体重掉了几十斤。这种拼命和冲刺的模式可以说是他一生的缩影。最后，他以全县第60名考上了郑州大学的给排水工程专业，这其实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成绩了。不过进入大学之后，他似乎对这个专业既听不懂，也没有什么兴趣。起初他以为这个专业是疏通下水道的，然后他的注意力更多的放在尝试各种不同的方向上。他做过主持人，试过各种兼职，但大多碰壁。这个状态我们之后会再分析。离开大学后，他进入了一家考研培训机构，从最底层干起，发传单，跑校园代理，给学生讲课。然而一开始，学生并不喜欢他的课，觉得很枯燥。这对一个靠嘴吃饭的人来说是很大的打击。他的应对方式很有特点，他熬夜把全国几百所大学的招生情况、专业设置、录取规则全部背了下来，然后融入到自己的讲课中，这让他的课变成了一种别人无法替代的东西。不过即便如此，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然过得很辛苦，收入不高，前途也不明朗。真正的转折发生在2016年，他的一条题为7分钟解读34所985高校的视频在网上爆火。在视频里，张雪峰用一种极其通俗和接地气的幽默感，把中国那34所大学的考研流程和特点过了一遍。这里我们插播一小段，大家可以感受一下他讲段子的风格。2个34所是湖南大学和中南大学，湖北有2个34所是武汉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而且这2个学校很有特点，知道什么特点吗？武大和华科都自称是湖北省排名第1的学校。武大说我湖北第1，华科说屁，我才是第1，知道吧？那你考这2个学校就有特点了，怎么样？你复试的时候一定要说一句话，比如说你要考武大，你一定要说什么话？老师，我最他妈讨厌哪个学校？华科了是吧？那破学校跟我们学校争第1，我呸！英雄所见略同，知道吧？马上录取你啊！黑龙江的学校名字叫的确实比较像，什么哈工大、哈工程、哈理工、黑工程、黑科技。每年都有人问我，张老师，这是一个学校吗？这怎么能是一个学校呢？对吧？但是在咱们全国，每年都有很多很牛逼的傻逼，把哈尔滨理工大学当哈工大去报，每年都有，知道吧？我知道这个事儿最惨的一年发生在我高考的那一年，有一个海南的大哥，高考考了670。成功的被哈尔滨理工大学给录取了，大哥考完还不知道呢，你知道吧？千里迢迢坐飞机从海南干到了哈尔滨，即将下飞机的时候，突然冥冥之中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大哥就觉得哪儿不对，你知道吧？一看通知书哈理工，感觉不对呀，还问空姐呢，大姐这是哈工大吗？大姐看着通知书就说了3个字，你猜猜，是吧？这段视频发出来后，他成功出圈，获得了巨大的播放量和投资，成为了高考和考研领域升学规划的顶流。从这个起点开始，张雪峰发展出了自己的解说风格。他用最简单直接的方式告诉学生和家长，这个专业毕业起薪8000，那个专业就业率只有40%。他把复杂的专业选择问题压缩成几个数字，然后用一种近乎命令式的口吻告诉你应该怎么选。这种风格让他积累了大量的观众，尤其是那些成绩中等、对未来极度迷茫和焦虑的学生及家长们。对于很多没有任何信息渠道、第一次面对高考志愿表手足无措的家庭来说，张雪峰可能是他们接触到的第一个愿意把话说得通俗易懂的人。这也是他为什么赢得了为寒门学子发声这个名誉。通常来说，当家长或者学生连上了张雪峰的直播后，张雪峰会迅速询问几个重要的参数，哪个省份，选了什么科目，平时考多少分，他就可以迅速给对方推荐一系列大学专业。张雪峰有一套非常清晰的分类逻辑，他会直接问家长，你们是想赚钱还是图稳定？家里条件怎么样？能给孩子提供兜底吗？不同的回答对应不同的方案。如果你家庭条件普通，他就会建议你奔着最实用、就业对口率最高的方向走，因为普通家庭容错率低。如果你家底厚，那你可以兼顾一下兴趣。当然，能找张雪峰咨询的，大部分都是最普通，而且是对中国大学和职业发展基本上不了解的家庭，
因此，张雪峰经常建议这些学生选择热门专业，比如去读理工科或者去考公考编。总之，好赚钱、好就业是第一位的。他的著名言论是：穷人没有资格谈论个人的兴趣爱好。家里没矿，别学文科，所有的文科都是服务业，总结起来就是舔别人。有人觉得这些观点太现实，太功利主义，可我觉得就算完全从功利的角度上说，他的这些建议也有极大的问题。首先，就算一个热门专业的平均收入更高，但这与个体的关系是比较微弱的。假如当事人不喜欢学，那么他痛苦地去进入这个热门行业，就完全可能不如他选择一个普通但自己喜欢的专业发展得更好。其次，我们很难预测哪个专业未来会一直热门。一个现在热门的专业，本科4年或者本硕7年后，完全可能走下坡路。正如张雪峰曾经推荐过的土木和建筑，如今已经成为夕阳行业一样。实际上，张雪峰本人的经历就证明了这一点。比如，他自己学的是给排水工程，这是一个隶属于土木建筑大类的工科，而且当年的房地产行业还在蓬勃发展。然而他不爱学，他喜欢演讲和主持，并很快就从事了最能发挥他演讲才能的行业，也就是考研机构讲师，这是典型的现代服务业。而这份工作的收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也没有明显的高于给排水工程师。因此，如果他按照自己的那套观念，逼迫自己非要从事给排水专业，那么他肯定会学得非常痛苦，大概率现在会是一个在郑州的市政设计院接不到活的工程师。实际上，这种极度功利的志愿填报策略，恰恰建立在一套非常不现实和虚幻的逻辑上，也就是只要你放弃了你的个性和爱好，认清了自己的穷人身份，你就可以改变命运。但这个等式本身也是虚假的，他把兴趣和自发性这些维度的权重压得太低，同时把就业率和起薪权重抬得太高，结果是他只是给了家长们一种很现实的错觉，而极大地忽略了隐形的代价。比如我们曾经提到过，一些大学生出于严重的匮乏和焦虑感，觉得加入军队可以换来一大笔补贴，还能节省许多生活费，除了辛苦一点没什么。结果在加入军队后发现，那种不自由是自己难以忍受的，并且由于自己长期与社会隔绝，在学习能力和常识上严重落后，结果是限制和削弱了未来的职业能力。这其实是同样的道理。在一场直播里，有个四川的高中生想咨询报考什么大学，他说自己请假了一天，想看自己喜欢的球赛，然后张雪峰大感震惊地说：“这是谁家孩子？”意思是说，他觉得一个高3学生能够心安理得地请假看一天球赛，是一件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学习我明天去参加婚礼，然后今天请了个假。对，我本来不想去参加这个婚礼的，但是今晚有欧冠比赛，所以我顺便请个假回来看一场。这他妈谁家孩子？这婚礼不重要，重要的是欧冠比赛。这什么？这谁家孩子？这是？然后呢？我看了一下这个。然而，这个学生后面的发言其实显示出了他对自己的未来是很有思考的，而且仅仅从提高成绩的角度来说，休息和放松也是必要的。比如，许多成绩很好的学生在高3反而是比较轻松的。不过，这种学习模式是张雪峰非常不熟悉的。他相信牺牲和痛苦，尤其是高强度的冲刺模式，必定可以换来回报。这个信念不是理性分析的产物，而是他童年创伤的强迫性重复。强迫性重复这个概念最初来自弗洛伊德，他观察到一种令人困惑的现象：人会不由自主地重复那些给自己带来痛苦的行为模式，哪怕他在意识层面知道这些行为对自己有害，却仍然停不下来。比如一个在家庭中遭受过暴力的人，成年后可能会反复进入暴力性的关系。一个童年被忽视的人，可能会反复选择那些不会回应他的伴侣。弗洛伊德的解释是，
这些重复背后有一种比快乐原则更原始的力量在驱动，人会被迫回到创伤发生的场景中去，试图在重演中获得一种不同的结局。但由于创伤从来没有在心理层面被真正处理过，所以每一次重演都没能真正改变创伤。张雪峰身上有一种非常突出的强迫性重复，他在事业起飞之后始终保持着极高的工作强度，他经常每天直播10几个小时，睡眠时间被压缩到不到4小时，饮食全无规律，经常在直播的间隙吃几口高盐高脂肪的快餐。他越来越频繁地在社交媒体上提到自己的疲惫，甚至反复地提到猝死。他对自己的死亡方式似乎有一种非常清楚的预感，甚至可以说有一种隐秘的期待。然而，当有网友在直播间提醒他注意心脏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你跑不过我，你信不信？跑步是张雪峰的另一种防御方式，他原本非常不擅长跑步，而决定跑步的契机是他看到一个老人比他跑得还快，他觉得受不了，于是他强迫自己，不论多么不舒服，每天都要坚持跑5公里，后来还去跑了马拉松。这听起来非常疯狂，一个长期熬夜、饮食重油重盐、几乎没有休息的人，还透支身体坚持跑步，这完全不是为了健康，而更像是在防御内心深处时常涌现的虚无和匮乏感。他曾经提到，某一次他去吃了一顿自助餐，他觉得心疼，思考怎么吃回本钱，于是他决定挑他认为最贵的哈根达斯冰淇淋。在吃的过程中，他越来越感到难受，但出于一定要吃回本的信念，最后他一连吃了9个，然后连拉了3、4天的肚子。张雪峰是在用一种自虐的方式吃完这顿饭的，他早已不需要为生存和金钱而焦虑，然而他需要保持对童年时代匮乏感的一种忠诚。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我们会长期维持一些让我们不舒服的习惯，比如一位常年受高尿酸折磨的男士，虽然理性上知道这需要控制，但他反而拖延和抗拒去积极的控制饮食，降低尿酸，甚至去暴饮暴食。再比如一些老年人为了省电而不开空调，吃变质的食物。诸如此类的行为，还有强迫性的抽烟喝酒、强迫性的自慰等等，重点不在于做什么，而在于强迫性。这些习惯或者状态虽然让我们不舒服，但它在长期以来已经内化为我们自我的一部分，因为它在过去的某些艰难时刻保存了我们的自我，使我们的精神免于崩溃。于是那个行为和仪式就成为了我们对抗外界的一个象征性的符号。每当我们感到焦虑时，可能都会强迫性地重复那些行为，从那些仪式中汲取自我的感觉。然而，这些习惯即便是帮助我们缓解了焦虑，它也仍然阻碍了我们的成长。我们虽然感到一种安全、熟悉和可控，但这种可控又让我们被一种深刻的不自由感所折磨。我们感觉，不论我们外部成就多么的进步，我们的内心始终被困在某种无形的牢笼里。而这种不自由感往往会成为新的焦虑的来源。原本用来对抗焦虑的防御机制，本身引发了新的焦虑，而我们又需要创造新的防御来降低这些焦虑。于是，我们原本的冲突就被这些防御一层一层地包裹起来。如果用上面的框架来理解张雪峰，我们会发现他的生活始终在2种状态之间震荡。一方面，他在不断地维持和再生产匮乏感与痛苦感，长期加班到凌晨，睡眠严重不足，逼迫自己长跑。这并不是因为工作太忙，不如说是当事人本身在主动制造痛苦。他需要让自己保持在一种疲惫透支的状态里，因为这种状态是他从小就无比熟悉的。另一方面，他又不断地用全能感来回应这种匮乏。身体已经在发出警告了，他的反应不是休息，而是设立一个更高的目标，再多跑几公里，再多播一场，再多帮助一批学生。他用一种英雄式的姿态，通过极度的兴奋和对目标的征服，来压制住身体发出的所有信号，仿佛只要他还在跑，还没倒下，他就是安全的。全能感在不断地抬高匮乏的下限，而匮乏又在不断地给全能感提供新的燃料。
这是一个不断加速旋转、没有制动的装置，直到身体最后替他踩下了刹车。这的确是一个悲剧。当然，如果我们从一个更加宏大的视角来看张雪峰，可以发现悲剧并不是从他开始的。张雪峰的悲剧，也是那个年代被历史的洪流抛弃的一代东北工人的悲剧。张雪峰的父亲来自山东临清，这个地方在清代曾作为漕运枢纽而繁华一时。然而到了清末，随着黄河改道和铁路的兴起，临清迅速衰落，饱受饥荒和战乱之苦。太平天国的北伐军和捻军曾在这里战斗，而之后的光绪年间的丁戊奇荒、1927年的山东大饥荒，都让这块土地变得多灾多难。于是山东人大量向东北移民，也就是闯关东。我没有考证过张雪峰父亲的背景，但据说他是因为饥荒被送到东北的亲戚家里，而山东临清也同样是1959年大饥荒的重灾区。今天的视频就先聊到这里吧。如果你有任何的困惑和问题想和我交流，直接联系我的邮箱就好。比如你希望和我讨论某篇文章、某段话、某个视频、某种社会现象，或者你的日记，都可以提前把相关的文本发给我，我会在正式交流之前读完。或者你希望和我讨论你的人生经历、困惑和情感，都是可以的。如果你对隐私性、安全性、付款和通讯方式有任何疑问，也请及时告诉我。如果你无法付费或无法加入会员，也请联系我，我会提供其他方式。详情请参考这张图片。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列表内，同时也推荐大家去看我这个列表内的其他视频。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